这一季的《这就是街舞》目前的赛程已经快过半了，虽然主题一直是 Love and Peace， 但毕竟还带有竞技的性质，最后的冠军也依旧会出现。相信很多观众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了。今天从最新节目的进展来聊聊冠军队的蛛丝马迹。很多人表示，这一季的街舞就像是一部电视剧的外传一样，因为前3季的时候，国内实力舞者基本都来了，也邀请了很多国外选手，这一季直接变成国际赛事，舞者的综合实力也提升了好几个档次，相应的赛制也发生了变化，就连大家熟悉的小黑屋队长选人环节也跟前3季有些不同。明明可以一期节目搞定的事儿，愣是被分成了上下半场。而在上半场，4位队长每人只能提前选定4位舞者，4支队伍都选了哪些舞者，相信有在追节目的观众也都知道了。不知道这个结果跟你预期之中的是否一致？反正有一些还是蛮意外的，比如说 Popping C 被张艺兴选走了，当然刘宪华也不算亏，至少捞回了卡卡。韩庚队除了尼尔森让给了王一博，其他3位都顺利招到，综合实力还是不弱的。相比之下，选人屡屡受阻的刘宪华最后组成的4人队伍似乎没那么稳。虽说卡卡、韩宇跟三儿加起来也不弱，但是感觉不够霸气，特别是跟王一博的队伍比起来，感觉要弱上不少。王一博本来就有布布了，然后还有尼尔森加入，再加上第2季的冠军叶英，然后还有一位具备冠军实力的亮亮，这4位舞者都是斗舞高手，跳编舞也不差。不得不说，王一博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而关于韩庚、王一博、刘宪华3位队长之间私下的暗涛汹涌也开始显露端倪。在挑选舞者时，当韩庚得知王一博选择了尼尔森之后，居然主动忍痛割爱了。但韩庚可不是面对谁都会忍痛割爱的。比如说，在争取金田为吹这件事上，韩庚对刘宪华可是丝毫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先是利用梯子干扰刘宪华和金田为吹的沟通，之后又把梯子锁在了小黑屋里，搞得刘宪华狼狈不堪。也许会有观众不得其解，一个是前队友，一个是今日同事，为什么韩庚会厚此薄彼呢？可是也说啦，是前队友啊。不可否认，韩庚跟刘宪华有着不错的私交，但王一博跟韩庚的关系却更为紧密。王一博目前是乐华一哥，而韩庚则是艺人兼股东，也可以称之为老板之一了。从人气上来说，韩庚已经过了事业巅峰期，最近几年一直是不温不火的。影视剧是没少拍，但大部分都是配角，整体而言工作量并不饱和。一方面是因为韩庚有着绝对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说明乐华并没有把资源倾向于韩庚，大概率这也是韩庚的个人意愿。例如同是乐华艺人的李文翰，去年一度同时压着《追光吧哥哥》和《我就是演员》2档综艺节目，忙得不亦乐乎。由此可见，乐华还是愿意把机会留给年轻艺人，甚至是让其超负荷运转。李文翰尚且如此，身为一哥王一博自然会受到更加重视了，不然也就不会有外界传言的乐华太子爷了。韩庚和王一博同时参加这就是街舞，基于整体利益来考虑的话，乐华必定是希望王一博能够获得更多关注。在此基础之上，哪怕是让韩庚甘当绿叶，估计也会在所不惜。作为乐华的股东，乐华获利了，自然就等于韩庚获利了，因此韩庚也是心甘情愿去衬托王一博，于是就有了韩庚把尼尔森让给王一博这一幕。如此一来，王一博战队就拥有了2位大魔王级的舞者，布布和尼尔森。其实之前观众一直有个很大的疑问，就是冠军宝座会不会打破不给外国人这个惯例。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一季主打的就是国际舞者的对抗，而且国际舞者的镜头可以说是非常之多。按照综艺节目的惯例，镜头是有很大的参考性的。若要问国际舞者中谁最有希望夺
夺冠，无疑布布和尼尔森的呼声是最高的。眼下两人皆已被王一博收归帐下了。从理论上来说，舞者是否能够夺冠与队长并没有直接关系，主要还是取决于舞者的个人实力以及临场发挥。但这是大众的认知，但在粉丝眼里就是另一回事啦。粉丝会认为，大神级舞者之所以会选择某位队长，是因为认可了某位队长的实力，更有甚者会觉着，只有加入了某位队长的战队，才能够拿下总冠军，乃至于大神级舞者是在队长的指挥下夺冠的。这些观点虽然有些幼稚可笑，但在饭圈之内还是很有市场的，不然也不会每一期这就是街舞都会有粉丝跳出来口出狂言，称要是没有某队长的话，这就是街舞根本就没有人会看。也许依旧会有粉丝表示说韩庚不是这样的人，王一博也不需要别人迁就，但是现在的韩庚已经不是单纯的艺人了，自从成为乐华的股东那一天开始，就又多了一重身份，商人。在商言商，故而才会忍痛割爱于王一博，而与刘宪华死磕到底，忍痛割爱于王一博，符合韩庚个人与乐华的利益。死磕刘宪华多半是为了节目效果，这样便兼顾了己方与这就是街舞各自的关切。流量来自于包装，至于王一博需不需要别人的迁就，没有流量明星是完全凭借自身能力上位的。客观而言，娱乐圈内有才华的人比比皆是，可能够出人头地的始终都是极少数。之所以能够出人头地，并不因为就是比别人优秀，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人捧，再加上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王一博也不例外，在没有大红大紫之前，就成为了创造101的舞蹈导师，背后自然少不了乐华的运作了。包括其主演的《陈情令》在饭圈内之所以被封为经典，同样也离不了各种打头的宣传手段。打头虽然不是乐华直接在做，但根据媒体的消息显示，绝大多数流量明星的工作室或者经纪团队都与组织粉丝打头的团体存在合作关系。由此可见，流量明星始终是依赖于包装的，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了。不过不管怎样，王一博在街舞可以说是非常受背后资本喜欢的，其实力也不错。目前战队人选布布、尼尔森、叶亮、叶英、亮亮、杨凯都是冠军的热门人选，而且兼具了国内外舞者，还都是最强者。可以说，如果不出意外，基本就是预定冠军了。韩庚和刘宪华战队队长也有个别实力不俗的舞者，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个人实力不具备碾压全场优势，翻盘难度太高。还有张艺兴队倒是可以一战，在组建战队的第一个阶段，张艺兴队长很是幸运，选择的4位主将 Poppy C、黄潇、村上贤生和乔治，竟然和其他3位队长没有一个重复。从而也就不费吹灰之力，第一个完成了预演战队的组建。接下来战队预演赛有起舞有斗舞，4位主将有最强编舞师，有地板舞者，也有震撼舞者。很期待他们这一组到时的表现，应该能炸翻全场。你最看好的是哪一队呢？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哦。我们下期再见啦！